今天呢，有个女孩子问我一句话啊，我结婚到底图什么？那一瞬间，说实话，我真的特别有感慨啊！我特别想说一说这个话题啊，尤其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婚恋行业，我希望我的回答能够给你们一些思考性的方向。去年的时候，我遇到这个女孩子啊，那个时候她刚刚30岁，这姑娘自身条件不错啊，比较能拼，在北京是开艺术培训类的那种学校的，一年呢得几十万，有时候会将近上百万啊。父母都是农村的，家里有个弟弟，孩子上高中，大学毕业呢就选择留在北京嘛，北漂搞创业。去年这不是回老家了吗？给弟弟100多万呢是买了房子，也给父母留了一部分啊。家里人呢就开始催着他去结婚啊，觉得你30岁了还没结婚，那在老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。于是啊，就跟亲戚介绍的一个在国企上班一个男士啊就定了亲。当时呢就觉得这个男士人挺老实的，条件也不错呀。人男方呢也没有嫌他家是农村的，就这么领了证啊，办了婚礼。可这婚后呢，却过得不是想要的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你生活当中没了糖一样，没有滋味，自己呢有点郁郁寡欢，回家的意义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每次回娘家呀、婆家都是面临着是催生，他又觉得很累，跟男士啊就提了离婚，态度很坚决，最后结婚不到半年就离了。当时呢也没要什么彩礼啊，所以当时2个人划分都很清楚。这家里人到现在都还生他的气，这不他上午就来找我啊。也哭了嘛，就问我结婚到底图什么？我记得我常说一句话，就是恋爱和结婚是2回事情。恋爱你可以风花雪月，婚姻却是一地鸡毛。我也劝过你在进入到婚姻之前，不要把婚姻看得太理想，它其实是一个打破你幻想的过程。你会发现你在恋爱的时候啊，瞎了眼所产生的那些想法，一旦结了婚，都会去更加接近现实的那种感受所代替。这60、70年代的婚姻，很多人都羡慕啊。但那个时候的婚姻主要满足的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，比如说生存啊，提供食物啊，帮助我们可以免于外界的一些侵扰嘛，以生存为基础。你工作要是铁饭碗，在那个时候那是最吃香的呀。结婚家里有米有面有肉，有28大杠，那就是大户人家。结婚就是为了想要活下去。70、80年代的婚姻啊，主张的是陪伴，开始向往那种精神层面的婚姻生活。生存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啊，它已经是可以在婚姻之外去获得的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嘛，是想着通过婚姻去满足自己精神层面的需求，比如说被爱啊，或者说爱你啊，体验一些浪漫啊，寻求情绪价值啊，以及物质上面更好的一些回报等等。到了90年代、00年代，那除了物质满足，我也要精神上的满足。你条件好，有车有房，我跟你没有爱情，我是不愿意的。我觉得这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折磨，所以离婚率持续攀高，结婚率也是持续降低。我宁可单身去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我也不愿意去将就那种凑合的婚姻。那在这个年代啊，大家对于婚姻的这种需求又上升了一个层级，比如说自我实现、表达自我，或者说是去获得尊重和理解等等。那每个人实现自我需求的定义，它又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是希望另一半的陪伴、理解、倾听等等，这种也是我们统称的是情绪需求啊。有的是希望另一半的优秀、阳光、帅气，那我们称之为是什么？生理需求、性需求。还有的就是你可以带他跨越阶层的这种社会需求。但是这种自我需求实现的过程，其实是一种很耗人、很内耗的一种过程。它会让人在婚姻当中有一种很窒息感，因为它是建立在想要别人满足你的需求之上的。一旦婚姻当中另一方不能去满足你，你会越来越不满意这段婚姻的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这种想法，我结婚到底图什么？你看现在人找对象的择偶标准啊，没车没房的想要对方有车有房，自己有车有房的想要对方更大的房、更贵的车，自己有钱就想要对方能够满足他的情绪需求等等。所以很多人就讲了呀，这就是我结婚所图的呀。这最多就是婚姻匹配的底层逻辑，价值匹配。但婚姻几十年，没有人会源源不断的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、保持性价值以及优越的物质价值吧。价值匹配是基础，你想要这段婚姻过得好的话，那就不要过度依赖于自己的配偶。很多婚姻过得之所以痛苦它的根源是在于对于配偶的期待值太高了，总是希望对方能够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。人这一辈子是注定要孤独的，你想要婚姻过得幸福，你就要学会独处。我觉得婚姻的誓词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谎言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真的爱你去一辈子，你要爱你自己。婚姻想要过得幸福一，你要学会独处，和对方保持朋友关系，互相理解忍让，不要一味的去索取，让对方去满足你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需求。2呢，放弃依赖，不要失去自己的朋友圈子。你会发现在婚姻当中，你越是依赖越会痛苦。
第三呢，不要放弃自己生存的能力，因为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不要以为婚姻就可以让你过好一辈子。婚姻说白了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你不要有目的的去图什么，也不要为了另一半去放弃自我，再爱也不要。学会自我满足，你会发现婚姻是件很容易变得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宝，结婚呢要找一个人品靠得住的人，你先要想一想，你愿不愿意跟这个人做一辈子的朋友。我说这么多啊，希望你懂吧。这上午挺有意思啊，有一位姑娘跟我说后悔了，我一听，哎呀，那肯定有什么事儿了啊。结果呢，是因为自己要了30万彩礼啊，错过了一段很好的感情。这前2年啊，有一位91年的小伙来找对象啊，这个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搞科研的，一年能挣个20-30万，长得还挺帅的啊，绝对是大多数姑娘很合眼缘的类型。这就是家庭条件啊，确实不是很好，父母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，这没多久啊，这母亲改嫁，父亲啊有残疾啊，就申请了低保。他从小是跟着父亲和奶奶长大的。他来找对象，要求就是啊，女方有稳定的工作，本科以上学历，性格温柔就可以。最开始给他介绍了有几个姑娘，但是因为性格原因啊、家庭条件等等都没谈下去。后来呢，就给他介绍了这位姑娘，92年的本科，在国企工作，年收入大约有个7-8万吧。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啊，有退休，独生女。这2人刚见面呀，彼此啊都很合眼缘啊。见了几次之后，男士就主动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告诉了女方，人怕女方嫌弃嘛啊，得先说明一下情况。这明确说了一下自己没有房子啊，正在攒钱买，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父亲吃低保，这一切都要靠自己啊等等。男士说完呢，也跟姑娘说呀，自己会努力工作，让自己的家庭啊越来越好。如果女方介意啊，那咱们就不谈了，就不用联系了。当时这个姑娘听完呢，是有些犹豫的啊，最后也答应啊，说可以交往看看。就这样1个月之后啊，2人就确认了恋爱关系。这去年6月份啊，男士买了一些东西啊，去女方家里啊。起初啊，这女方父母啊都是很满意啊，这男方本人条件，但是一听啊男方家里情况，这脸色啊就不是很好看，这话里话外啊是嫌弃啊男士啊家里条件差，于是啊就提出要求啊，第一，必须在市中心啊买上全款房，这1年工资啊必须稳定在30万以上，彩礼10万。男士也觉得自己努力啊是可以做到的，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2人呢是顺利啊谈了有半年多啊，房子呢也是在这个很紧张的情况下也买下来了，准备在国庆节的时候订婚。这订婚之前啊，男方家里啊特别想见见儿媳妇儿，尤其是自己奶奶啊，这年龄大了也不方便出远门。于是呢，这男士啊就提出啊带姑娘回老家见见。这姑娘也爽快啊，也同意了。2人就是先坐飞机啊，再坐这个大巴车，到了村里之后又转的摩的啊，终于啊辗转之后啊，可到了老家了。结果呀，这姑娘呀不愿意了。待了1天啊就要回来，嫌我条件差，好说歹说呀是哄着呀，待了3天才回来。就这样呢，因为这些事儿啊吵了2天，这事儿还没解决啊，女方父母那边又来事儿了，原定10万的彩礼啊，现在改口要30万，理由是啊男士家里条件太差了，女方嫁过去没有保障。男士一听啊就觉得是气不打一处来呀，他问姑娘，如果没有30万你不嫁是吗？这姑娘反过来就劝男士啊，我呀也没想到你家条件这么差，和我们家呀根本就没办法比，要这么多呀，也只是想平衡父母的不甘心。男方听完呀，直接提出了分手。女方父母还跟着姑娘说呀，不用担心啊，就她这条件，没人愿意嫁她。结果过了2个月啊，男士又谈了一个姑娘，95年的，外企做翻译的，2人认识了2个多月啊，就谈了恋爱。过了半年呢，也见了双方父母啊，大家都挺满意的。这个10月1啊就订了婚，就是今年的国庆节嘛，彩礼8万，腊月办婚礼。而那个姑娘分手之后啊，立马也是找对象，谈了好几个都不太满意，觉得对方呀不是家庭条件不好，就是长得不好，要么就能力不强。这今天上午啊，可算找着我了啊，很委屈的跟我说呀，自己很后悔啊，错过了这段感情啊。其实当时啊，他爸妈要30万啊，只是想在亲戚面前啊那里挽回个面子，毕竟他家里条件这么差，这亲戚啊都会笑话的。哎呀，这位姑娘，听你轻描淡写的说的是30万，我以为你是不差钱的人啊，结果年薪啊连人家零头都不到。委屈的哭诉，不就是这么多吗？我爸妈不就是要个面子吗？上辈子你妈一定是个土匪啊，投胎过来的是狗改不了吃屎。30万张口就来呀！啊，美其名曰要试探对方的态度，要给自己一份保障。可对方不要保障吗？国家还得照顾他家，你怎么就狠心剥削他呀？就因为他每年辛苦赚这么多，所以就跟他要这么些吗？怕是呀，他全家借钱娶了你，你也不会感恩吧？反而是理直气壮的觉得这就是应该给你的。好了，人家翻脸了，转身娶了别人，你还后悔了？你后悔的原因，怕不是错过这个男人吧，而是后悔没有找到比这个男人优秀，还能给你30万的人吧。哎呀，姑娘，这人呢都是将心比心啊，少点算计，你过得呀不会太差。